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宕，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朝着光。但现在欧凯哥人不在，这个房子没法卖。啊，你说个毛线球啊！不是怎么卖不了啊？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就完了吗？欧凯哥不签字，法院只能查封，不能拍卖。行，你说那些有什么用？你说办法有什么办法？对，有什么办法？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一起等欧凯哥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对啊，对呀，什么时候回？我也不知道。那不跟没说一样吗？那他一辈子不回来，那我们一辈子也收不上钱是吗？不会，2年。如果2年之内他回来，我可以劝他把房子卖了，把钱还给你们。如果他2年之后还没回来，我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失踪证明。只要有失踪证明，这个房子一样可以卖，我还是可以把钱还给你们。但是你们要等2年。不是，那你的意思是，2年之后我们就能拿到钱，对吗？对。利息呢？对，2年时间的利息呢？对，利息怎么算？这2年房子一定会增值，增值的钱就是你们的利息。其实这个房子已经增值了，照着这个下去，这房子增值的费用会远远超过贷款的利息，你们是划算的。但是我有条件。什么条件？2年之内，你们不能给我打骚扰电话，不许发威胁信息，不许去电视台闹，也不能找媒体去投诉，更不能伤害我的孩子和我的父母。等会儿，差点被你套里边。你借钱不还，然后你还想清静的过日子，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你1天不还钱，真的，我天天跟着你儿子，我送他去上学，我送他放学，然后你的爸妈，我天天跟着他们照顾他老人家。我打爆你的头！姚涵，你还要哭啊？我找谁哭去？来，你打呀！你打呀！哎，行了，行，咱们来要钱的你。我把车卖了，这卡里有几十万，按照你们的欠款比例，你们可以先分了，当我付给你们的首期。几十？你欧凯哥欠我们多少钱？你不是不知道吗？你这9牛1毛，你在这干嘛呢？这是我的工资卡，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给你们每个人存3000块钱，直到这钱还完为止。大姐，你没事吧？3000块钱，3000块钱够干什么的？3000。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起码这证明了我的诚意。我没有躲，我也没有逃，我每天都可以努力的赚钱去还给你们。你们还想怎么样？要不就这样，要不然你就让我去死，要不然就什么都得不到。你说的这些空口无凭啊，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呢？我可以给你们签一个还款协议，刚才说的所有都可以写在上面。
我怎么觉得你在这跟我们玩缓兵之计呢？啊，你是想先拖延住我们吗？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凭什么这么说？我们不盯着你欧凯哥一回来，你两口子房子一卖一跑，我们找谁去啊？啊，找谁去？我可以把房产证给你们，行吗？压在你们手里，你们还有什么不相信的？这么看啊，只有这种办法，还比较有保证，我们还多少能拿到钱啊。反正我就想，2年时间，只要能拿点钱就行。好像也只有这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栏目组新来的主持人，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各位老师好，我是乔乔，今年22岁了，已经做主播3年。那么目前呢，我是大道 APP 签约的最年轻主播，去年呢也被智讯网评为10大超锐主播。相信我的加入一定能给房产在线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元气啊！那我们大家欢迎。频道正在加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本着精办频率频道优化节目栏目的原则，对那些定位不准、影响力小、用户数少的节目，坚决关停并转。邮编委把《新闻进行时》也列入了关停并转的候选名单。当然，这个提议并没有通过。可是，《新闻进行时》从排名第3跌到了排名第9，口碑和影响力被直击现场甩了一大截儿，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啊！啊，你先别激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口碑和影响力下降，那也是有各种客观原因的，但是。没有但是，我想说的是，下次综合测评，我会重回第1。来，这位是赵媛媛老师，我们栏目的主播。你好，欢迎欢迎，赵老师，我小时候经常看你的节目，啊，太好了。赵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也非常强，很受观众的欢迎。你以后啊，可要多多向他学习。可是我主持风格跟赵老师完全不一样。真的吗？嗯，你是那种老一辈的主播，追求完美，绝不允许任何瑕疵。但现在的观众更喜欢真实，完美在他们看来就是假。所以呢，我觉得做主播一定要有个性，不用跟谁学，做自己就好。有道理啊。啊，那先这样，我带你去演播厅看一下。走了。好了，蒋总，我们都签完了，就剩你了啊！哎，来了，吃完得收好啊。每人1份，都签好字了。其实有个问题我还想问你们。说吧。我看借款协议上，欧凯哥是在半年前向你们借的钱。他当时有说，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他就说有急用，跟我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公司开发了一个新项目，可以以私人借款的名义投资，如果赚了钱那就分红，亏了就按借款的还给我。他没说这些钱他拿来做什么项目吗？这跟我没说啊。对，当初他找我借钱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个说法。这理由你们也信，就把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他了？不是，你老公那每天经手的钱都上亿，谁知道他能赖我们钱呀？而且当时有借据，还说了给利息，怎么算我都不会吃亏。以前我炒股，听你老公说呢，都赚钱，所以他说的我都相信。
他在我那餐厅消费出手的很阔绰，是一时腾挪不出来，才找我借钱，还说愿意用别墅抵押，我就同意了。你得给我。咱们走吧。那走吧。房产证拿着了啊。迎着风，走在城市夜空，云和繁星装点着绚烂的梦。抬起头，望向这片浩瀚，用线条描述你的模样。给我一支彩色铅笔，画出一道银河在宇宙的边缘，有关时间岁月所有光阴，阑珊背后燃出了彩虹，在你的天空勾勒温暖的烟火，用指尖触碰映入双眼的轮廓，把人生漫漫长路信仰和过往扔进笔墨，当缤纷渐渐褪色，随浪潮飘向远方，失去了才懂。你说这谁也不想干这个事儿，对吧？哎呀，哎，你听说了吗？那个谁的老公好像卷了几个亿跑了，好像4个情人跑了，可能帮我按一下我的，谢谢。你说这不得上通缉令吗？这谁知道？你们在说谁呀？何老师啊？哦，我们聊电视剧。哦，我们在说电视剧。对对对。根据我们的检测结果，线控刹车系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致命问题。16分45秒。白杨，哎，主任，主任，关于莱帕德公司所有的报道全部暂停。为什么？频道编委会下的命令。我们有证据证明莱帕德的制动助力系统还有转向助力系统是存在设计缺陷的呀。莱帕德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马上大规模的召回。这更说明我们的报道是客观的且及时有效的，为什么不能继续追踪呢？继续追踪，事件就会继续发酵，这样莱帕德公司将面临极大的危机。4起事故，
不应该付出代价吗？对于本土的汽车品牌，我们在鞭策的同时，更要给予保护。白杨，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更要强化价值引领。明白。那好吧。白老师，咱这新闻还剪吗？下了吧，全下了。又白干了。跟大家说一声，工分照算。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好了吗？好，来，3、2、1，开始。观众朋友，晚上好。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欢迎收看《读本好书》。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的小说是美国女作家吉莉安·弗林的《叶子能换一本吗？何老师，这个选题不是上周您定的吗？我知道，我想换一本。所有的插片都做好了，而且这周的书单也都在官微上预告了。行吧，来吧。好，3、2、1，开始。观众朋友，晚上好。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欢迎收看《读本好书》。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的小说是美国女作家吉莉安·弗林的《消失的爱人》。田姐，哎，看见何老师了吗？可能在录节目。你这么着急找他，有事吗？哎呀，不是我的事儿，是周佳琪他们家的事儿。麒麟集团周佳琪，你认识他？当然，我们这圈子能有多大？周佳琪是圆圆的男朋友。这么巧，周佳琪当年还追过我表姐呢。啊，你表姐是蓝雨。啊，佳琪她跟我说过，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 5年前也不算小时候吧。哎，5年前的周佳琪还是个孩子呢。也是，我表姐还说她特别抠门。上次我表姐过生日，她居然只送了辆敞篷的 Mini Cooper 给她。不过她对我表姐倒是挺痴情的，都分手好几年了，还念念不忘，到处打听消息。周佳琪真抠啊！气死我了！ 竟然有这种人！何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综合测评中排名垫底吗？因为有人给我们打了最低分。这也太恶毒了吧！谁呀？白杨。白杨，我听他们说。 你在综合测评的时候给读本好书打了最低分，是。你竟然真的这么做？啊？为什么？读本好书内容单一，表现手段也很僵化。如果是在6、7年前的话，观众可能会接受这种说教式的节目，但是现在完全不行。我的节目追求的是品质和内涵。 你那是自我陶醉，白杨。我说的是实话。好吧，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你完全可以私下单独跟我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我跟你说过了，但是你很自信，觉得你的栏目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前些天我还跟你聊过呢。那是你对我有偏见。 打低分的不止我一个，大家都对你有偏见吗？就算全台所有人给我打低分，你也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是我朋友。朋友不就应该说点真话吗？难道你希望我天天对着你阿谀奉承，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节目拉低整个频道的节目质量，都不说句实话？白杨，你不光不懂节目，你也不配有朋友。
何欢，我的快递吗？刚给你签收了。哦，谢谢。我给你下单了一些补气血的东西，等到了之后呢，你记得每天要按时喝。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还有心情打游戏。美好的一夜，谢谢，亲爱的。你在哪儿 happy？ 亲爱，起床啦，上学啦。要迟到啦。咱们菜都上齐了吧？行。哎，那我来说两句啊。我知道大家心里现在都挺憋屈的，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都没了什么意义。但是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莱帕德公司已经开始召回有问题的车型了。虽然我们的新闻被毙了，但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刹车问题有望改善，类似的悲剧也不会再重演，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对啊，谁说咱们工作没有意义了？这意义太大了。另外这2天大家都非常努力，表现得也非常好。作为制片人，我给你们点赞。作为一个老的新闻工作者呢，我也有一些心得体会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好记者是被逼出来的。所以白老师，您被逼过多少回？那还真记不清楚了。不过，据不完全统计啊，在过往这10几年里面，我应该是《新闻进行时》被逼最多的记者。我觉得也是。哎，是。那白老师被逼的不憋屈吗？憋屈啊，我也有情绪啊，有的时候还会闹到老邹那儿去呢。但是，情绪可以发泄，命令必须服从。我们作为党的喉舌，要讲规矩，守纪律。就算心里面再憋屈，也要顾全大局的。
对，白老师说的对。白老师，你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都敞亮多了吧？是吧？那行，我敬大家一杯，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付出。好，辛苦了，来，辛苦了，白老师辛苦了。哎，你们辛苦，你们辛苦，来，白老师辛苦了，辛苦辛苦，来，谢谢啊，来，我干了啊。可以啊，白老师。好了，你们都坐下吧，然后好好吃，好好喝。我知道我在这儿，你们也放不开，所以我就不陪你们了。单呢我已经买好了，酒也都按人头给你们准备齐了，所以你们好好的放松一下情绪，明天我们再接再厉，好吧？别，白老师，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嘛，又不是。够了，我在这儿，你们真的放不开。你们背地里怎么说我都知道的。吴艳佳，哎，你怎么跟我有关系呢？没有的事儿，白老师。没事，你们好好吃吧。啊，我走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何欢，成立调查组的事儿怎么样了？海川基金那边有回复了吗？要不要我明天陪你去一趟啊？还有就是打低分的事儿，确实是我草率了，对不起啊。但是我的初衷就是想提醒你，读本好书确实要提升，需要改变。你能给我回个电话吗？我是被拉黑了吗？改。白老师，刚接到热线，有人要求新闻进行时曝光海川基金副总欧凯歌两口子欠债不还的事儿。这个欧凯歌不是何欢姐老公吗？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何欢呢？他不在，去哪儿了？不知道。哎，小玲，你看看这个。
吃啥了？吃也不知道吃啥。对，吃点轻松的好不好？啊，可以。白老师，我刚刚好像看到直击现场记者了，在哪儿啊？就在台门口呢。干嘛呀？不知道。走。你手底下人在我们台门口晃悠什么呢？你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回答问题。我们接到群众热线啊，说你们台的合欢老公欠别人钱不还，所以特意派人过去核实。合欢的事儿已经解决了，用不着你们核实。哎，看来你也是知情者呀，要不然我们两个人联手一下追一下这条新闻。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儿就是跟你联手做一条新闻。哎呦，那可是我这辈子最甜蜜的回忆。任姐，这破事儿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我不会做，你也把人撤走，好吧？哎，我说白牙，你能不能有一点新闻敏感啊？这点破事儿还是有亮点的。你要说有亮点的话，那年你从我这儿借50块钱去看性病，我觉得更有亮点。要不然我也派一记者去采访采访你。我很乐意啊，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正好我可以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第一，这前列腺炎不是性病；第二呢，是因为我那天没带钱，你是主动帮我交了医药费；第三，我为了报答你，还送给你一本价值68块钱的《世界新闻传播史》。任姐，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敢报这条新闻的话，我就把你大学里所有的丑事都贴你们台门口，你信不信？行行，我投降了啊！不过呢，你算欠我一人情，到时候得还我2个。成交。等着。怎么还是关机啊？没事儿，咱们就守在门口，等他出来堵他就行。接电话。什么意思啊？你们头。啊？喂，老大。哎，好嘞，哎，知道了。走吧。去哪儿啊？回台。老大吩咐的。怎么躲这儿了？欧凯哥是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吗？有人打电话到热线，说要曝光你们2口子欠钱的事情。直击现场的记者也在找你，我把他们打发走了，任姐也答应，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电话关机是为了躲债吗？这事儿得尽快解决，不然会很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我做什么吗？别在我背后捅刀子。我是真的想帮你。新的策划方案修改好了，发你们邮箱了啊。啊，好，好。何老师，这是最新的口播稿，你看一下。好。叶子，你的。哎，好，谢谢。那个就是新的。何老师，你看这。那个正常出处，这个错别字。看这个。对。这个是不是你做的？哦。对。看一下。哎，好像，没啥问题，我觉得。
要想办法引导他办会员卡。我知道办了会员消费便宜，但是只要办了卡，咱们以后就赚他不止一次。你按我的意思，我觉得咱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吧。何欢说了，2年以后，一分不少的把钱还给他们。你不怕夜长梦多啊？啊？你不想早日找到欧凯哥，早点落袋为安啊？谁不想谁孙子？想的话呢，各位老总，我倒有个计划。说说看，说说。杨总啊，你这个手底下有没有会唱歌跳舞的女孩5、6个，把她们组织起来，隔3差5逢年过节就到欧凯哥他爸的养老院去慰问。一来呢做了好事儿，第二还可以盯着欧凯哥他爸。没问题。潘总，我没记错的话，你儿子是不是跟欧凯哥的儿子在一个学校呀？在，但不是一个班级啊。那没事儿，孩子之间都是互通的。你这样，你告诉你家孩子，只要欧凯哥他儿子在学校提到任何他爸的事，必须记下来，回家之后跟你汇报。行，我今天晚上就安排这事儿。陈总，你那个狱卒保健中心是不是开在海川基金旁边了？不太远。怎么了？你针对海川基金的员工发专门的优惠券，到时候他们过来消费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打探欧凯哥的下落。你这有点个谍战的意思啊！之前我考虑过这种方法，如果成本不太高的话，是可以试一试啊。好，江总，那你干嘛呀？哎，对呀，你干嘛？你干嘛呀？我呢，深入虎穴。儿子结婚了吧？没呢。哎呦，现在的孩子，你说管得了吗？是咱们这么大人管不了，管是不是？哎呀，我们只把自己的事儿过好就行了，对不对？你好，阿姨，我想请问一下，你见过这个女孩吗？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女孩，哎，这女的，是不是住你们那栋的？是，7楼的，3栋1单元7楼。哦，就住这儿的，3栋1单元7楼。对，租金还是2500，押一付三，最好租给女的。你谁呀？怎么进来的？你门没关。哦，您这房子是要租吗？
嘿，对呀，消息传的这么快，那，就这个屋子，要租吗？我能随便看看吗？可以啊，随便看。上个房客刚搬走，这有些东西还没来得清理，所以啊，这全是她的东西。有一些应该是她男朋友的。这姑娘当时租房子的时候，我还问她了，她说她单身没有男朋友，结果一转头就领男的回来了，这有够不靠谱的，也不知道这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哎。哎，没事吧？推开疲惫的乌云，倾落在这城市的谷底。有多少不期而遇会延续生机，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同行的路为什么迟疑？眼前的你像晴空，也像大雨。故事走走停停，结局还若现若隐，在误会中背离，又在梦里憧憬。如果爱也能有回应，把昨天的思绪褪去，是否就能让你也感同身受体谅的共鸣？漂流过人海的崎岖，相遇